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许志杰委员、徐普副秘书长、吴宗宪委员、张家俊委员、李博议员。川普5月14、15要到大陆去旋风访问36个小时啊。那他说美中存在友好竞争，他很期待跟习近平会面，看起来好像没有要演的意思了啊。本来大家想说，这破案在打仗会不会演呢？看起来啊，好像会见了哈。那他这个词用的不错，友好竞争。就是说我们是竞争的，但是不是那种敌对竞争啊？因为中美两大国在国际上很多地方是竞争的。现在啊，那川习会前他放话，川普说呢，中国没有因为伊朗挑战美国哦。那另外呢，这个会不会谈台湾？说会，但是卢比欧说台湾的稳定是美中的共同利益哦。那当然，什么叫稳定？中美一定有不同的解释啦。美方的稳定一定说台海稳定，中方的稳定一定说台湾不要去搞独立，不要挑战我哦。那中方一定说现在台海不稳定是民进党台湾造成的，那台湾的民进党一定说不稳定是大陆造成的。反正就大家各有各的立场啊，都去指责对方了。那台湾到底会不会变成川习会的交易筹码？我们的外交部次长都讲他很担心哦。说会不会变成意思就是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会不会变成菜啊？日本前防卫长大臣啊小野四五点说，川普他呼吁川普立场要坚定哦，因为日本也很担心呐，因为台海有事，日本也会受到波及了哈。那台湾是不是会变成川习会的棋子？萧美琴说，台湾要建构实力，要避免成为棋子哦。这个都就以前呢，还有人沾沾自喜说变了棋子很好啊，表示至少重视我们了哦。那变成棋子当然是不好了哈，怎么会是好呢哈？你要是下棋的人，怎么变成被人家下的人呢？伊朗外长先到北京了，在川习会之前，因为呢，显然他们这次谈判的见面的谈话的重点之一也是伊朗。哦，虽然川普说哎呀，中国没有介入。但是一定会谈伊朗，尤其荷姆斯海峡的管控，因为对北京也很重要啊，油啊那边都要从那边走啊哈。所以呢，伊朗外长就先去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会向习近平提到黎智英案啊，但是呢不容易解决。这样听起来口气，他只是应付一下，就是说你们都叫我提嘛，人道我就提一下啊，但是不要抱太大期望，因为他怎么讲，我会提起他的事了。我之前在韩国也跟他提的了。他对黎智英是不满的啦，哦，香港问题没有那么解决了。不过我会提到此事，I will be bring it up， 我会提一下啊，并没有说我会坚持啊，不会。好，事实上坚持也没有了，也不见得有用啊。那美国的官员说，华府对中国要记签证制裁，是要为什么要加强遣返的合作？哦，因为呢，就非法滞留美国的中国公民，说呢，这个意思说。北京如果不管他们，我就管他们。问题是北京怎么管？他跑到美国去，他不回去，北京你回来，他不见得肯听啊。哦，你美国自己如果他非反正美国抓就是了，取缔就是遣返就是了嘛。那另外呢，美伊战争到现在悬而未决，说大陆以逸待劳，为什么？因为他有时间的红利，对他来讲他也不急啊，急的是美国，不是我啊。哈，好，我们看一下。川习会倒数约1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证实，届时的美中元首峰会会谈到台湾。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卢比欧强调，台湾和印太地区稳定符合美中共同利益。卢比欧的说法，某种程度是在暗示川习会不至于在台湾议题上有任何改变，只是川普永远有他的不可预测，没有人有100%把握。除了台湾议题，经贸也几乎可以确定是川习会的主轴之一。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周一出席智库会议时，就重申美国政府应该放宽辉达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到大陆的管制。另外，路透也引述美方说法，表示大陆近期放慢了接收在美非法滞留中国公民的进度，让华府扬言准备扩大对中国的旅游限制措施，显示除了经贸和台湾，遣返问题可能也会是川习会上可能抛出的议题。那钟宪委员怎么看？我想在川习会这次他所讨论这个议题，我们看那个
王毅啦，还有何立峰，还有那个傅聪，他们几个人之前的论述，其实就知道，我想这一次的会面大概主要是三大主轴啦，台湾议题、贸易，还有伊朗的问题。大概这三大主轴是绝对不会少掉的。但是其实我们在看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国务卿卢比欧他曾经对外讲，我有看到那个翻译翻译是说，该地区发生任何动荡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我们不需要在台湾或印太地区的任何地方发生任何不稳定的事件。那他讲的这一句话，其实在不同的政治角度，他解读是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说这句话是在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恐吓，说你不准有任何的动作。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政治解读认为说，这个是在告诉台湾。告诉这个民进党政府，你不要有任何挑衅或者是这个台独等等这个方式来破坏两岸的那个现在目前稳定的现状。那当然啦，不管你是哪一个政治立场的解读，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去想做什么事情，怎么做对台湾最好。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主轴啦。因为在美国人的眼中，虽然说台湾是美国在亚洲的一部分利益上面的一个关系。它跟台美也有一个历史上面的牵绊等等的这些议题啦，这个是台美之间的状况。但是在中国大陆他们的眼中，因为中国大陆它走的是民族主义嘛，那民族主义之下，其实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而言，它是没有办法被交易的，它很难说你拿什么来跟我换台湾的议题。但在美国，它比较有可能是你拿什么可以来跟我换。这个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的这个议题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出发点不一样我想说很难说把他们两个放在同一个水平上面来去判断谁会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还是以台湾的生存为主轴来去思考。其实我一直跟很多人报告说，其实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其实它是两个支点之间，以两个支点中间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到底哪一个地方是它的平衡点？其实它是一个滚动式的。那这两个支点就是我们在军事上面不能让对岸过于乐观，如果过于乐观，他觉得你好欺负，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强大自己的国防实力。但是在政治上面，我们不能让对岸过于悲观，因为如果过于悲观的话，我今天不打，我还待何时嘛？反正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支点之下，我们要去找那个平衡点在哪。而且这个平衡点会因为国际关系、美中关系、台美关系、两岸的关系，都会在那个支点上面其实是不停的会变动的。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两个支点，我们在军事上面不能让对岸过于乐观，所以我们必须不停的强化自己的国防实力。我们在政治上面不能让他过于悲观，所以要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谈，在强化军事以及好好的谈之下，才能够找到我们台湾最好跟中国大陆之间最好的那个位置出来了。我们不停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我们用对话来降低恶意螺旋，而且我们必须强化我们在商业上面、在世界上面不可替代的，譬如说我们的半导体产业、AI 产业。要让我们在世界上面的供应链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觉得持续这样才能够保有我们这边的最佳利益。就是军事上维持一个嚇阻力量啦。如果你要打我的话呢，你虽然打得赢，但你要付出很大代价了。但是政治要对话了，对不对？那能不走到军事这步最好嘛？就是这样嘛。如果你让对方觉得说完全没机会了，完全没希望了，好吧，那就打吧。迟打不如早打，会变成这样。那嘉俊怎么看？基本上我蛮同意我们宗宪委员的话就是说我们常常谈到说小国外交，大家都会觉得说在中美两强之间我们就是受气包。但是我认为小国外交的精髓就是怎么样在夹缝中得到最大的国家利益，就好像宗宪哥在讲的这两个支点之间的这一条线要怎么平衡。那台湾的位置我们很特殊嘛，我们有半导体供应链的这个关键性。那我们印太地区的这个优越的这个战略位置，那我想我们不应该只是被动着看着川普跟习近平谈出什么结果，是要主动创造出我们的不可代替性。那在夹缝中眼光要远手脚要灵活。那我们不偏激不冒进，但在这个生存空间上，我们要让大国知道说，其实台湾是这个整个区域稳定的关键转轴，不是随便可以波动的一个筹码。
那每一个外交行为的背后，最需要考量的就是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台湾人民争取到最大的空间跟福祉。那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外交成果不能转换成农产品卖得出去，或者不能保证能源供应的稳定，然后不能让台湾的年轻人不在国际竞争中被矮化，那这些等于外交就是虚功嘛。所以无论是下周的川习会，或者是赖清德总统的外交接见，我们都希望看到的是台海风险的降低，因为唯有这个局势稳定，我们的产业才能够发展，然后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志杰委员哈，要怎么避免台湾变成他们的菜单？菜单，你是说他们谈判的筹码？对对对，对他们桌上的一定会谈嘛，一定会谈。对，习近平可能不见得，那个川普可能不见得想谈，我觉得习近平是一定想谈。他们好像把它变成第一位了。对啊，那我觉得台湾被谈是很正常，但是刚那个钟先跟嘉俊都有提到，其实军事我们不能让对岸过于乐观嘛，所以像军购案我们就一直很坚持。就是这个，就是今天萧美琴正好报纸有写，那就跟你家里在装铁门窗一样啊，或者是装监视系统一样，你必须要有自己的防卫嘛，就才不会让它过于乐观嘛。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军购，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一起努力了哈，赶快让军购可以通过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讲说政治不要过于悲观，要对话。事实上，我们也不排斥跟中国对话了。事实上，现在只有中国想要吃掉台湾嘛。那他在讲的这些惠台10大措施等等的，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反对，但是我会跟很多去台湾做生意、去大陆、去中国做生意的台湾人，就是说，像那个台东的凤梨世家，他要给你就给你，不给你就全断。你如果全部都把鸡蛋放在这个篮子里面去，那你到时候如果万一他有时候放，有时候收，有时候放，有时候就拿这个当做筹码，那不是更苦了我们的农民嘛？所以就说我们也呼吁农民，就是说我们像我们现在高雄的玉荷包凤梨，我们现在销全世界，尤其销日本，其实我们现在销得很好，价格比以前卖给中国还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台湾农民的一个方向。然后那跟中国，我是觉得要怎么样互动买一点，我觉得 OK 了，但是真的是不要放在这个篮子寄望太多。那对于就是说我们会被当筹码，我是认为美国一定不会希望台湾被中国拿去的啦。整个第一岛链嘛，整个太平洋岛链，整个美日印澳这些联盟那看看这个世界局势，我是觉得台湾现在其实台湾也不是小国台湾虽然是土地小，但是台湾人口在全世界也不算很少那台湾的台积电这么强，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有自信，就是说我台湾在世界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然后中国你要跟我互动，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一定会拿捏到一定的分寸，不会去把全部的，尤其是奉告，不要把全部的东西都放在你这个篮子里面去。那以这种自信跟以这种能力去跟中国互动，我觉得习近平川普希望的就是说台湾不要台独。台湾赖清德总统也从头没有说现在要去台独他的务实的台独主义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也不需要再宣布台独，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困扰。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的确在我们的看来，制造麻烦的真的就是中国。那习近平因为他内部嘛，他内部其实你看，包括他的所有的将领换了多少人，包括他的经济现在衰落了多少，包括他的国进民退的策略的错误，所以习近平现在他其实我觉得他是岌岌可危，有点弱势所以他要拿台湾这张牌来当他的底气，我觉得他的目的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讲归讲，这些川普也不会太重视他了。最后还是跟台湾的互动，我相信其实我们还是谢谢美国、日本对我们台湾的支持。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现在看起来，民进党政府想要这个慢慢核三厂好像想给它恢复但是呢，审计长监察院的审计长说，核四的燃料棒已经运出，记得吗？当时核四说要把它停了，赶快运到美国，说要卖不掉因为每个核电厂它用的燃料棒是不一定完全一样的，像核四的燃料棒就不能给核三用，我说我们核三用不就好了吗？那不行所以呢，核四的燃料棒还没有卖。核三现在要重启，要买，
说现在要去买燃料棒，所以呢，审计长就说这个政策跟管理都是有问题的，浪费公帑嘛，不少钱啊。核适燃料棒当时花了80亿买啊，80亿啊，现在呢，人家也不买了，为什么？人家的核电厂跟你的设计可能不同嘛，那怎么用你买你的这个燃料棒干嘛？你自己想，我们核2、核3都用不了核适的燃料棒嘛，所以审计长说。买不掉还要花4亿来储存，那你当时就放在核适里不就好了吗？而且核适将来可能会重启啊，核适水讲一定不会重启。我问到很多核能专家，它是比核1、核2、核3更新的设计啊。你一直说它是拼装，那我们海鲲舰不是拼装，很多机器它就是有不同的，对不对？以前的核电厂也是这样啊。如果说这个核电啊，就是核能是机一的，那发电就是西屋的，它是本来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专家来做嘛，那你一直要是拼装，我告诉你，将来你不要看核市场非常有可能将来会复工的啦。国际专家来看一看以后觉得还不错啊，可以复工啊，加一些花一点钱补修就可能。那你燃料棒你把它放到美国，还要花4亿美元，4亿去储存哦，你是想什么？所以呢，核3又要买，审计长叫做陈瑞敏就说台电应该改善。他就怪台电，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台电也很冤枉，台电是背个黑锅嘛，这政策的决定呢，台电怎么办？那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说：“哎呀，不是像到路边加油这么简单啊，一说燃料棒要买啊，不是那么容易了哈。那说不是现货所以呢还要订，还要这个给时间那另外呢，曾文生说我们现在是按法规流程来审查了所以因为你。”监察院审计长都看你不顺眼的，觉得你就浪费钱嘛。来，徐普怎么看？其实每次看到这个议题我都会回想到在去年夏天那个823，我们自己在做核3研议的时候，我们去市场去那边说这个核3要研议的时候，被人家怎么骂？就是说你们核废料要不然放你家啦，要不然说你们这个蓝白2个党不要再串通中国，要毁坏台湾。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过了1年之后，现在回头来。当初我们在讲的就是说，赶快悬崖勒马，正视这个问题。难道现在 AI 转型需要用电是今年2026年才发生的吗？难道空污严重是2026年才有空污的吗？难道缺电是2026年才有的吗？其实这早就是这样的现象，只是在去年之前要达成2025所谓的非核家园之前，这些一概都不听，然后只要说我们缺电，就是说你不要造谣，不要配合什么对岸这个认知作战等等。好，现在回来了。当初这个核适的燃料棒急着送出去，也是为了达成非核家园，就会急着好把燃料棒当成是什么有毒的核废料，你要赶快送出台湾，要不然会污染台湾的那一种感觉一样。核3也是一样啊。核3其实在去年在修核管法的时候，就说已经给你法源基础了，赶快的让它研议，不要停下来。一停下来之后，整个要全部重来，要开始重检，要安检，要再购买燃料棒等等。现在是不是就一一的验证了？而且你现在看到说台电不管说什么，这个要把它认列成营运成本，这不是营运成本，这是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这是让人民的血汗钱，你要花8亿、10亿还不见得买得到。而且去年我们就在算核3研议，如果当时就赶快研议的话，在2027年可能最快你分头并进，一下子在这边开始做检查，然后购买燃料棒等等，都还有机会。到现在来你要看人家脸色啊，就是说开始说人家检验过来过不过关，修改的怎么样，然后再来是你这些燃料棒到底买不买得到？可是这变成我觉得在2027年准备要2028大选的时候，赖政府一个好棋。为什么？民进党支持者你有没有恢复核能？没有啊，现在还是非核家园啊！对着其他的中间选民，现在缺电，然后民生用电可能高涨的时候说没有啊，我们赖政府已经在想办法啦，只是现在可能卡在国际的情况，大家要自立自强，大家要一同的对外，大家这个可能国际间的这个要买核能棒不是这么容易。他其实还有2套说法可以去说服选民，或是可以有拿来的说辞。我觉得悲观的想，在2028之前，可能这个核3都没办法重启。可是这对赖政府而言，他有一个2套说法，可以说服自己的选民，也可以对这个所谓的经济选民交代说，我有在努力啦，只是国际这个市场暂时没有办法让我们核3重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现在在下的一盘棋啊。我们看一下背景的新闻。因应在2028，对不对？他想要这个重启核电，所以买了
燃料棒的一个购置。我们当时核四把燃料素运往美国求售，没人买，从2018开始，然后分解燃料棒也没人买，再变成是燃料丸这样子。那加上现在核三重启又要再买燃料棒，这一来一往的损失，我们估计啦，包管拆解、重组跟再运费这边，大概是差不多80几亿啊。这个到底从审计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属于正常的营运成本，还是属于我们政策错误产生的损失啊？因为核四是政治上或者是整个大家的决定啊，它是封存的，找不到买家或者它要拆成铀原料，大概放在美国也有多年了，储存的经费啊也花掉了将近4亿多，政策的问题也有，管理的问题也有，台电啊要好好的对这个部分啊做一个改善。安博义，我觉得核能议题是一面照妖镜啊，把绿营内部很多丑态全部照出来了。我先讲一下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他现在怎么讲。他说，对于会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的原因，是因为台电公司为了依照2018年立法院的决议才做出了决定，讲的好像跟台电没有关系，是立法院的决定。然后呢，我就问曾文生，那去年你担任核三重启公投的反方代表，你原因又是什么？讲清楚说明白啊！很明显的，依照曾文生的讲法，都是被民进党胁迫的嘛。为什么？2018年蔡英文时代，民党完全执政，立法院绿营占多数。去年核三重启公投的时候，赖清德执政，也是民党执政。所以现在曾文生讲的话，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明显说明了台电为什么要反核，都是因为民进党要求他反核，他才去反核的嘛。所以这么明显的态度，绿营有没有人出来承认，或者出来澄清一下？没有，装作没事。但我也必须要讲，很多人觉得台电是无辜的，被迫承受民党压力。但台电你自己去检讨一下，你在讲什么话，非常好笑。不管台电有没有收到民党的授意啊，理由不要随便找啊，这是笑掉人家大牙啊。对于核四燃料棒的储存问题，曾文生又怎么讲？他说啊，若是把这个燃料棒储存在核四厂里面啊，因为安全防护的规格会比较高，要请警卫来保护啊，所以花费会比送到国外来的更高啊。就是说我把这个燃料棒放在核四里面，花的钱比送出去更贵。跟大家报告一下，知道我们的燃料棒是送去哪里吗？美国奇异公司啊，美国奇异公司的保护费会比我们台电的保护费还要来的便宜啊！我是真的不相信啊。曾文生自己都讲了，送出国的花费1年是1到2亿之间呐。核四原则上它的燃料棒之前，请问一下台电，你要不要出来说明？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台电花了多少钱来保护这个燃料费，保护燃料棒？几乎没有花多少钱呐，就居然现在台电硬找个理由。就觉得好像把燃料棒送到国外去是合理的，要让它变成正当化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非常的荒谬啊！我觉得台电你真拿出你的风骨来啊！台电接下来你到底要不要重启核三、核四、核二？没问题，你专业考量都没有人会有意见。但是身为台电的董事长曾文生，你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对于核电的态度是180度大反转啊！之前你是反核的代表，现在你居然会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核能可能是台湾重启的一个方向。这种做法完全丧失你身为专业而且独立的所谓的一个信赖度。所以我觉得，如果台电的公司整个它的营运的方向只是为了去讨好执政党而做出的抉择的话，那我认为台电本身从上到下都需要好好检讨一下，因为你们现在配合的不是民党政策，你现在配合的是让民进党因为要拿这个口号来做选举的红利，到最后付出代价的人是谁？都全体民众啊！现在花了几十亿的钱，说实话，刚刚来宾都讲，我讲了，那不是重点啊。台湾没有一个好能源政策，外资愿不愿意来投资才是未来我们需要考量的地方啊。包括辉达这要进来，一个很大的疑虑就是台湾的供电能不能够稳定啊？就绿营整天只会说绿能好棒，绿能非常好，绿能能够跟得上世界潮流。但问题是，真的能够巩固台湾发电基础的核能，到现在才重新的被赖清德拿出来讨论。那之前蔡英文坚持的非核家园到底算什么？我觉得民党从上到下才应该好好的说清楚、讲明白。来，焦俊伟。基本上我们过去一直呼吁说，一定要让核能做我们这个基载电力的解放。那今天执政党终于醒了民进党终于醒了，我们很欣慰。但是他们的做法就是好像把家里好好用这个用的车，先把它卖掉，用贱价卖掉，就是废核能啊，然后卖核四的燃料棒，然后每天花大钱搭出租车，搭 taxi， 然后买昂贵的绿电啊、天然气啊，然后现在发现钱不
够了，所以又跑去车商说我要用2倍的钱把这台车买回来，这不叫超前部署，这叫冤大头。所以我要呼应沈记长的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对，就是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营运成本，这80亿绝对不是单纯的营运成本，这是全民替民进党买单的意识形态税哦。那曾文生说什么燃料棒不是现货市场可以买到的？说实在，这句话是废话，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买燃料棒不是说去超商随买随有，那这就是为了掩饰说它的规划太慢，然后进度落后的借口。那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燃料棒它在正规的国际上的这个采购周期其实是需要1年半到2年的。那台电现在才在跟西屋洽谈，其实我自己很怀疑搞不好早就已经偷偷在谈了。可是这样子欺骗民进党的这个反核基本教义派，我想起来都替他们觉得有点尴尬。他们可能一直都偷偷的已经在准备要跟这个采买燃料棒等等但是为了执政党，为了顾及他们党内反核神主牌的面子不敢光明正大的说。包括这一次5月西屋原厂的专家来台湾，那对外是说是协助这个安检呢，但是我们知道说这都是话术所以这些他们大阵仗的飞过来，其实就是在为研议考察。那所以呢，搞不好更早之前就违背着这个基本教义派在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方向是对的，就好像刚才徐府说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接下来再回来。